来日本留学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说实话，我最近一直挺迷茫的。实际上来日本这边已经半年多一点点了啊，7个多月了吧，已经花了10多万了。说实话，这个开销真的很大。为什么我说最近特别迷茫呢？因为现在感觉处于一个特别紧张的一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特别的特殊。首先，我现在面临2个选择一个是现在开始尽全力去找工作，IT 相关的工作。第2个选择是再读2年专门学校。2个选择实际上都并不容易。说实话，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来日本之前没有把这个日语学到 N2， 就是差不多 N5 的时候就来日本。我劝大家千万别学我，一定要把日语学到 N2 再过来，最起码你得 N3 再过来，不然时间真的很紧张会跟我一样特别的迷茫。我相对而言，我还是计算机行业可能还算好一点点就是就业这一块，只要你口语没问题了还好一点。但你像其他专业，实际上真的很不好找工作，真的想要润日，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实际上我现在的一个日语水平大概就是 N4 到 N3 左右离 N2 还差挺远的。说实话，虽然说大家有些时候看我挺能说的，那是因为我比较敢说所以相对而言显得好像你好像快 N2 的一样，但实际上真的还差很远，不管是词汇量还是这个听力，真的差很远。并且我最近看了一下，就是日本这边的一个各种企业的一个招聘信息，90%以上的企业，它都需要你至少 N2 及以上。真的没有 N2，在日本这边找工作真的太难了哪怕你是这个理科专业也非常难。文科专业它甚至很多都是要求你 N1 的或者是说交流完全无障碍，很夸张。然后我这个找工作，因为这个日语比较差特别受限。实际上我现在报名了7月份的一个 N2 的考试，但实际上没太大的一个把握我现在刷题最多也就打个80分左右及格的话是90分，真的挺担心的。那么读语言学校烦恼的点是在哪里呢？大部分好一点的专门学校，它要求也是 N2 左右的一个日语水平但是它分2种，一种就是你有 N2 证书了，对吧？另一种就是你参加他们的一个入学考试他们的一个入学考试难度大概也是 N2 左右如果你那个入学考试能够考过的话再参加面试就没问题了。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对于我而言是非常友好的就是我现在7月份考那个 N2 可能考不过嘛，但是我这个10月份去参加入学考试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就算你能进去了，这个经济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日本这边的一个开销真的很大。如果说你要读好一点的专门学校的话你像计算机或者是说这个偏艺术类的一些专业，每一年的一个学费大概得要7万多人民币。那如果说1年的一个学费就是7万多，我每一年在日本的一个开销变成了20万我作为一个学生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收入，可能最多就是半工半读大家不要以为半工半读能挣很多钱，实际上在日本这边，你每一年超过103万日元那么第2年你就要交很多的税，所以说绝大部分人的一个选择就是每一年打工就赚个100万日元左右，就你基本上1年只能够省5万人民币左右。那么剩下的15万人民币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向父母要家里资助，对吧？但实际上我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出来的孩子，那么要让家里承受10多万的一个压力每一年，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说我也有自己的副业，但这个副业基本上也挣不了多少钱，顶天了我估计1年可能也就2、3万那么2、3万加上这个5万就是最多就是7万左右吧，能够帮家里省7万左右，剩下的12、13万还需要家里去资助一个普通家庭每一年拿出12、13万真的压力会非常大。所以说读一个好一点的专门学校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你知道吗？那么我现在的一个优先级实际上是更偏向于找一份 IT 相关的工作其次
如果说他们这个工作的薪资待遇，或者是说大部分工作我不太满意的话，那我可能就会硬着头皮去选一个专门学校了。实际上之前我也有说过想要选一个大学院，但是综合考虑了一下，这个大学院的话，时间真的太紧张了，我日语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没有时间去备考你也考不到什么好的大学院，基本上你只能选择那种保底的保底的不一定能上了，对吧？保底的它也需要你有 N2 证书，所以说退而求其次，实际上专门是比较稳的，但是专门的话，这个学费是一个大头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最近一直挺迷茫的，也没有更新视频啥的。非常的抱歉。不过这一期视频跟大家好好解释解释还有就是跟大家多唠唠嗑。我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每天空余的时间就学日语如果说刷题或者是说记单词记不进去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些日本的电视剧去练一下听力，或者是说一边刷剧一边去把那些比较常用的单词给它做个笔记记一下。实际上我记单词的效率真的很低完全就是靠时间去堆的。如果说我7月份这个 N2 过了的话，那么能选择的一个余地就多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找工作或者是说这个专门学校，我甚至不用参加他们的一个入学考试基本上也是稳能进的这样的。好的，本期视频实际上就是想跟大家抱怨一下就是来日本之后这个找工作还有这个进专门等等实际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轻松的。真的来日本留学，我甚至觉得性价比真的非常一般真的不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日本留学除非你家里的条件比较好就是属于那种比普通人好挺多的，但是和那个富有的话还是差挺远的属于这种情况的话，我是比较建议你来日本的也是一个还行的国家吧，虽然说我觉得没有国内生活的那么的舒服下一期视频的话，我会仔细的跟大家讲一下日本这边的开销你是通过工作签来这边，还是通过留学签来这边每一个月或者说每一年的一个开销具体大概是多少希望大家能够敬请期待。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